接下来的几天，连着刮起北风，气温陡降，很多抵抗力差的老弱妇孺都中了招，伤风的、咳嗽的、发热的。白先生，您这屋里太暖和了，这炭呢还没有一点味儿。我这个伤风啊，纯粹是冻的。我家要是也烧得这么暖和呀，不用服药我也能痊愈了。你知道先生烧的这是什么炭吗？这是1000文一斤的银骨炭呢。怪不得这么暖和，屋里一点烟气也没有。听说这银骨炭一小盆就能暖和一整天。大叔，去拿药吧。你这个伤风也不仅仅是冻的，跟你平时不爱喝水也有一定的关系。身体缺水会造成身体机能的下降和抗病能力减弱。回去喝了药以后也要多喝热水，注意保暖。不管烧什么，把家里弄得暖和一点。先生说的是，我屋里烧的炕，白天也添点柴火烧着，满屋子暖和，有点烟火气怕啥呀？二狗子是又懒又不舍得花钱买炭，不动他动谁呀？田嫂子，你能不能别喊我二狗子了？我都快当爷爷的人了。你多大岁数也是二狗子呀？你不知道喊健民长寿吗？你现在又病着，更得喊你二狗子了。生病不是买药了吗？吃了白先生的药，过几天准能好。你屋里烧得暖和，你怎么也病了？白先生，我是左侧肩膀疼，前一段时间就有些疼的，我也没管它。这2天一冷啊，疼的就更厉害了。白天疼的轻点儿，晚上疼的重，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侧身就疼得要命。大神，您这个是痹症，叫冻结肩，也叫50肩。您这个岁数得这病的不少，平时得注意保暖，平时让家人按摩按摩，也能缓解疼痛。我给您开点膏药，再拿一点舒肩丸，您去柜台那边买了膏药拿过来，我给您贴上。好。呵，怎么这么多病人？师傅，有了钱生的加入，众人一直忙到午饭时才算闲下来。京城是大周最富庶的地方，还有这么多人冻病。徽州那边遭了灾的穷人日子不好过呀。冬天是穷人最难熬的季节了。叶掌柜，这银骨炭那么贵吗？别人说1000文一斤，是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早些年200文一斤，因银骨炭稀缺，只有进京的西山窑有，后来就不向民间出售了。这么说，楚寒和赵云送来的这些炭得值很多很多钱了。徒儿看他们2个送的都不少，加起来怎么也得有1000多斤，够您用一冬天的了。那就是100多万钱了，这不是在烧钱吗？可笑的是，我还跟楚寒比收入，比月俸，他这些福利就抵得上俸禄了。大周的俸禄制度是以俸养廉，官员的收入是很可观的。学而优则仕，一般人谁不想当官啊？师傅，您看您今日这样多辛苦啊，治的都是小病，忙活一晌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要不您再考虑。我不是羡慕他们收入高，我是觉得这炭也太贵了，这要换成粮食得救多少饥民的命啊。师傅，粮食是粮食，炭是炭，这炭再贵也不能当粮食用啊，它就是取暖用的。师傅自当该用最好的东西，这东西要是能买到，徒儿想什么法子也会给师傅买来用的。你可别，这价格贵的离谱，一件东西的价格如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的几10倍，就是奢侈品了。再有再多的钱也不能这么花。师傅，您对于肠痈这种病有好的诊断方法吗？弟子有一个病人2年前患了肠痈，弟子用大黄、芒硝、冬瓜仁、牡丹皮、桃仁、金银花、百酱草煎成汤药，让病人服用了一段时间，逐渐恢复。最近他又犯病了，症状和2年前一样。病人疼得厉害吗？有没有发热？目前不是太厉害，有轻微发热。你在药方里加上薏苡仁和黄芩试试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也可以外敷，用大蒜芒硝捣入泥状，敷于痛处，1个时辰后再用大黄粉用醋调，敷于患处，敷3、4个时辰。不过这样只能缓解，不能根治。想要根治，只有把那一段有溃疡的肠子切掉。师傅果然有法子。哎，师傅，是不是您图上画的右下腹位置叫阑尾的那个部分？聪明。师兄，什么图？什么叫阑尾？可不可以让我看看？我以为你忘了我这个师兄了呢，记不住师兄说的话，还喊什么师兄啊？师兄恕罪，我刚刚也是话赶话，多说了2句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请师兄原谅我这次。人的志向不同，你觉得当官好，没人阻止你当官。在民间行医有民间的乐趣，简单轻松，随意呢又不受约束，不是你们太医给贵人诊病时能体会到的。行医本身的意义就是治病救人，不是看你挣钱多容易，人前多风光。是，师兄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提了。你们都快点趁热吃，天冷不能吃凉了。师傅，您没生弟子的气吧？
没有，我从心里是不喜欢被约束，也不愿意跟贵人过多的打交道。像上次给陈林媳妇剖腹产，一个普通百姓质疑你，还想把咱们扣下呢。贵人要是质疑你，那后果就不是咱们能够承受得起的。我还是白家人，到时候治病不成，还惹得一身麻烦。唉，犯不上啊，除非他们对我十分信赖。师傅赐给我的人体器官图真迹我供在家里了，有临摹的，在我房间的书柜里放着呢。改日你去了，我拿给你看看。你师兄临摹的我看了，和我画的一般无二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兄。林彻嘴硬心软，在征得白苏同意后，连着早起几天，给秦慎也临摹了一张人体器官图。你不必谢我，是师傅疼你，对你毫无保留，我只是按师傅的吩咐做而已。我拜师晚，身上又有差事，跟在师傅身边的时间有限，要不是师兄把师傅所受的内容详细的记录下来给我看，师傅就算再疼我，我也学不了多少东西。师傅跟前也都是师兄在伺候，都是师傅传授的东西，你学到什么也只需感谢师傅即可。那些东西也不是专门给你记的，你不必往心里去。我当师兄的呢，本来就有带师传艺的责任，当然我还有管教你的责任。还有啊，不要给师傅招灾惹祸。是，师兄，我明白师兄的意思，不愿意让师傅沾染功利的人。可是我诊治的病人大多都是功利的人，他们也大多都是好人，像常庸的那个病人还是一个孩子。功利的孩子，那就是皇子或公主了。是皇子。那孩子疼得很厉害吗？师傅教你的法子不管用吗？管用，他这2天轻多了。但你也知道，常庸这种病只要复发，活命的机会很小，说不定哪天又严重了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若真的到了我治不了的地步，我还是会举荐师傅。不过师兄放心，我不会让师傅有危险的。师傅若是为此受了任何委屈，我随师兄处置，打死无怨。楚寒近日来很勤，隔个3天2天就会来一趟。这天傍晚很冷，凛冽的北风吹到脸上，就像刀刮一样。你说你这么冷的天跑那么远来我这吃一碗粥，若是冻病了，值不值得？怎么不值啊？我觉得值得很。再说我穿得厚，冻不着。先生，我们练武之人活力大，不觉得冷。您不知道，主子老怀念在您这儿住的那段日子，早就想来您这儿，又一直不得闲。这一段好不容易不忙了，怎么会惧这一点寒气？你要真觉得孙老做的饭好吃，我让他去侯府待几天，教教你家的厨子，你也不用3天2头的往这跑了。苏苏，你是不是心疼你家的饭菜了？我以后把我的俸禄都给你，让孙敖买菜用，你能不能不要嫌弃我了？我心疼饭菜，我有那么小气吗？你个不识好歹的家伙，我还不是怕你们来回跑冻着。苏苏，那你让我住你这里吧，住一间厢房就行。明天是休沐日，这样我就不用再跑一趟了，我就喜欢你这里。不行，你住我家不合适，这不是你受伤的时候了。我明天还有事，我想去看看11姐。我明天可以和你一起去看11姐啊，我还有点想灵儿呢。你不用去，你身份太高，去了还得让人家隆重接待。等孩子摆满月宴的时候，孔俊一定会给你下帖子，到时候你再去吧。好吧，那我可以在家等你回来啊，我就住个厢房，怎么就不合适了？连秦慎你都给他收拾了一间房，我和你的交情还不如秦慎吗？那怎么能一样？秦慎是我徒弟，徒弟住师傅家不是很正常吗？就是我和师弟见了师傅要磕头行礼的。楚公子这么喜欢师傅家的饭菜，哎，要不你也拜在师傅门下，当我的小师弟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住下来了。哦，不过还是住不了厢房，可以跟我和弗莱呢住在前院。林子由，楚寒气鼓鼓的瞪着林彻，牙咬得咯吱咯吱响。子由和你开玩笑呢，你生什么气啊？你我虽是好朋友，但到底是男女有别，还是避讳一点好，免得别人说闲话。说什么闲话？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的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再说了，男未婚女未嫁的，我们又没妨碍谁，还不许人交往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林公子，福来，走，咱们去厨房把我带来的羊肉切切，买了好几块呢，咱们帮孙敖他们处理一下。你不会真喜欢我吧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苏苏，我就是喜欢你。他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表白过，楚寒这是在对他表白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思慕过一个人，每天散之后就想来见你，不管你家的粥好不好喝，也不管路远不远，天冷不冷，就是想见你。白苏，我心悦你很久了，只要你同意，我立刻就禀告我父亲，求娶于你。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，什么都听你的，我所有的俸禄都交给你管。你想让我做的事，我绝对做好；你不想让我做的事，我绝不去碰。白苏，答应我好不好？白苏看楚寒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心里也有点感动，但爱情不应该是感动。楚寒，谢谢你喜欢我，不嫌弃我嫁过人，也不嫌弃我的身份。你这个人很好，开朗、率真、
豪爽，讲义气，跟你相处的时候我也很开心，但我不能答应你，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喜欢。为什么呀？你说我哪里不好，我立马就改。你很好，不用为我改变什么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也没有发现你身上有不好的地方。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互相吸引，见到的时候会心跳加速，见不到的时候会思念对方。可是我对你没有这种感觉，你就是我一很好的朋友、哥们儿、姐们儿那种，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会很轻松、很快乐。对方有困难的时候，你会义无反顾的帮忙。不在一起的时候，各种忙碌，没有那种思念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你就像弟弟一样，需要人关心、爱护的那种。那你有见不到就十分思念的人，或是见了心跳加速的人吗？没有。有过吗？也没有。白苏不会撒谎，这么说，他以前并不喜欢赵云。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容易激动，就是你说的心跳加速什么的；有的人比较冷静，把一大半的精力都放在了别的事情上，在感情方面就表现得很平淡。你就是这种，就你做起事情那个专心劲儿，你能想起谁来呀？谁也没你的病人重要。你不是不喜欢我，你只是太单纯，不知道喜欢是什么。和我在一起轻松快乐就足够了，这就是喜欢。是吗？是。不对，这不是喜欢。喜欢一个人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和楚寒在一起的感觉，跟前世的异性朋友相处时的感觉一样。如果这是喜欢的话，那他前世岂不是喜欢很多人？楚寒，我对你的不是喜欢，你不要误会。可是楚寒哪里还听得进别的？好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都听你的。就算你真的不喜欢我，我们是好朋友，这个是事实吧？白苏点头。既然是好朋友，你不能不让我来你家喝粥吧？你以前可是说过的，我什么时候来你家吃饭，你也欢迎。楚寒，你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我很珍惜的。你为我做过的那些事，我也不会忘。别说喝粥，只要你需要，把我全部的家产给你，我也不会犹豫。但是我不想你误会什么，耽误了你娶亲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就当我今晚什么都没说过，咱们还和以前一样相处就行。白苏，我比你大3岁呢，你怎么说我像你弟弟？就算是姐们儿哥们儿，那我也应该是你哥哥呀。不知道，我就觉得你像个弟弟。林公子不必担心，先生在主子心中位置，谁也越不过去。而且主子别看外表嘻嘻哈哈，其实特别重情义，心里特别细腻，绝不会让先生受委屈的。陈大哥，楚公子的心思我们外人看得出来，但主子明显没往那方面想过，咱们就别在这瞎揣测了。如果先生不愿意，会谈得这么融洽吗？我们主子除了手术的时候严肃，平时对谁都和颜悦色的，很亲切。白苏，我们相处得多愉快啊！你找的那个人非得是见了心跳加速，见不到四肢如狂才行吗？平平淡淡的才是过日子，你也不用这么快就否定我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慢慢看看我符不符合你的标准。说不定你看遍天下的男子都没那种感觉，你就知道谁合适了。我得留着自己让你挑选啊。楚寒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心里会有压力。你若因为我错过了好姻缘，我又喜欢上了别人，那我心里会内疚，你也会怨恨我，咱们就连朋友也做不成了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不管你怎么对我，我这儿都不会怨恨你。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，你就算收回去，我也不会怨恨你。何况别的事儿，就算你喜欢上别人，我也会是你最好的朋友。要是那人像赵云一样混蛋，我就当你的娘家人，揍他，替你出气。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你越这样说，我越有压力。你要是因为我不娶亲，你不怪我，我也会内疚的呀。什么救命之恩，我是大夫，每天医治这么多人，救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真不用放在心上。咱们像以前一样当朋友多好呀！你若怀着这样的想法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了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说当朋友就当朋友，我以后再也不提了，我就见不得你皱眉头。有人给我提亲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也帮我拿主意，这总行了吧？你也知道我没几个亲人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家人一样了。这样多好，朋友之间的感情才最长久。我去厨房看看羊肉炖了没，没炖的话，咱们晚上吃羊肉火锅。火锅又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啊？火锅就是古董羹，火锅就是我给他起的新名。你起的这个名字还很贴切啊，带炭火一起端上桌案的锅子，可不就是火锅吗？第二天，白苏让孙敖留在家里，带着林彻、秋月、福来和东子去了御史府。几人稍坐了一会儿，白苏和林彻就分别给白沁诊了脉，他脉象比以前强很多，众人都很开心。白苏问起灵儿，我母亲怕白沁劳累了，白天把灵儿领到自己院子玩耍，晚上送回来，这样白沁早晚都能跟灵儿在一起，还不会累着。师舅你不知道灵儿精力充沛，白沁带一天也很辛苦的。婆母最近帮了我很多，她当祖母的，替孕期的儿媳带带孩子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一会儿吃午饭的时候再让灵儿过来拜见，这会儿你姐妹俩说说话吧。白苏看了看白沁的脚腕和小腿，只稍稍的有点浮肿。妹妹放心吧，我按你说的，睡的时候把腿垫高一点，晚上泡脚按摩，脚已经不怎么肿了。看姐姐面若桃花，容光焕发的，是不是姐夫伺候的好？姐姐最近心情不错呀。
19，孔俊现在一次也不去小妾屋里了，我这心里是真舒坦了。哦，这倒挺难得的。白苏抵不住白沁和孔俊的盛情挽留，留下吃了午饭。师傅，孔夫人太依赖您了，看着您的马车好一会儿才恢复呢。女子孕期会有各种难受，难免对亲人依赖些。还有，这也说明你师父的确能够带给人安全感。这样摆放不对，都靠墙放着，怎么显出尊卑来啊？要不等先生来了再定，怎么放都不大对劲儿。是定制的坐具送来了。白苏，你添置的家具太有意思了。听孙敖说，这些都是你画的图，让木匠按图做的。陆师傅真厉害，我就随口提了这么一下，画了2笔，他还真做成了。孙敖呢？婢子在呢，陆师傅和陆大嫂帮着把原来的坐榻搬到了偏厅，婢子正收拾呢。不收拾那个了，怪累的，以后不管谁来了都做这个。是，我平时做的榻和书案抬到子由屋子里去，剩下的你们看谁屋里缺就抬自己屋里去。有做着舒服的新家具，让客人用旧的也不好，不管他们习惯不习惯，还是该用咱们最好的东西来待客。对，婢子看着新家具也挺好的。听陆大嫂说，已经有好几个大户人家看上了咱这坐具，都在陆师傅那里交了定钱，把陆大嫂高兴坏了。这一段陆师傅天天加班干活，如今还收了个徒弟。陆师傅也沾了师傅的光了，说不定还能靠着这手艺扬名呢。这些坐具一定能在大周盛行起来。你师傅身边的人哪个不沾你师傅的光啊？你师傅本身就是发光的人，谁靠近谁受益。对，这次我们的意见一样，你们说白苏这样的人，谁能讨厌得起来啊？除非是没心没肺的瞎子。孙敖，咱收了人家的躺椅，给陆师傅加钱了吗？给他了，但他们夫妻2个说什么也不收。陆大嫂说，主子指点了陆师傅，让他学到了不少技能，也算是陆师傅的师傅了。这躺椅就算是弟子献给师傅的一点心意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要钱的啊！这也能算？我一个丝毫不懂木工活的大夫，让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喊我师傅，不得把人笑死啊！但师傅的确是指点他了，您可不是只画了样子，连尺寸细节、躺椅上的零件怎么做都讲述的清清楚楚的。真正的师徒也不一定教得那么清楚。你这话不对，我完全是为了我想要的东西能做出来，可不得说得仔细一点吗？别看这个小小的躺椅也费不少功夫呢，白要人家的东西，心里怪不得劲儿的。咱不是没给，他不收，咱也没办法呀。婢子知道主子不愿意让别人吃亏，他们几口子过年的时候一定会给主子拜年来，到时候主子多给他们家孩子一些压岁钱，他们一定会高高兴兴的收下的。也行。这个叫躺椅啊，还真是能躺能椅，还能摇，躺在上头没一处不自在。叫躺椅也不太贴切，叫逍遥自在椅才合适啊。你还挺会起名，叫逍遥椅的确合适。那是，你别以为我是个武将就不通文墨，我是文武双全。叫我说，你收他这个礼物也不多，这东西虽然不少花费功夫，但最值钱的还是这个巧妙的心意。这逍遥椅的设计把人身上的每一处都考虑到了，坐上面又解乏又自在。这玩意儿要是卖给贵人，卖个几万钱也得供不应求啊！这么值钱？我带这个一共做了4个躺椅，还有所有的家具，陆师傅才收了1万钱。那3个躺椅还是黄花梨木的，陆师傅岂不是收少了？木料不值钱，木匠的工费也不值钱，值钱的是这个东西。你做的那3个躺椅，我怎么没有见过呀？是不是送人了？嘿，送人送黄花梨的，自己用普通的。送人当然得用最好的，以示诚意，自己用就没有必要了。就这些东西，如果不是人大力破坏，做个30-50年也不成问题，磕碰了也不心疼。我看你挺喜欢这个逍遥椅的，我送你一个好木料的，你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又是苏苏送的，不要不是不知好歹吗？都说人人都长了个脑袋，怎么你这个脑袋就这么聪明呢？以往这么多代人，怎么就没有人想出这么舒适的坐具呢？你喜欢吗？喜欢，我让陆师傅跟你做一套，不过估计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做成。我这一套就做了很多天，别说他刚接了别人的活儿。这个暂时先不用了，既然陆师傅接了别人的活，你这个恩人家师傅的再说出来，不先做你的，他心里肯定不得劲儿，就别让人为难了，把那逍遥椅做出来就不错了。本来我和陈峰是发馋了，昨儿在你这儿吃的古董羹没吃够，买了肉过来，想在你这儿再吃一顿。那还不好说嘛，今儿个时间还早，我给你们做烧烤吧，连烤带涮，让你们吃个够。好啊，我早就想吃你烤的肉了。
肉了。上次吃的时候，我身上的伤还没好，你没让我喝酒。那时候你真不能喝，这次让你喝个够。我受那么重的伤，一点毛病都没有落下。一个是你治病的手艺好，再一个就是饮食上你管得严。我若在侯府养伤，不一定能恢复的这么好。是你的体质好，恢复的也快。当然，受伤的时候吃东西一定得计较点。我让弗莱去集市上买个烤炉，买些竹签、铁签，再去买些别的食物和酒，让你吃个够，喝个够。弗莱，哎，主子，弗莱跟陈将军搬着书案去前院了。苏苏，反正天还早，今儿个又没风，我们一起去集市上转转吧。我还没在集市上转过呢。啊，你一个世子去菜市场上转悠，不怕别人笑你啊？谁敢笑我？我就是好奇，想去看看。主子，您找我？收拾完了吗？收拾完了，陈大哥帮着抬过去的，不然的话，我和公子还真抬不动。我本来打算让你去集市买一个烤炉，给你们烤肉吃。楚寒也想去集市上看看。几人一听要吃烤肉，都很高兴。你说有什么可看的呀？哎呀，你们这种贵人没买过菜，没进过厨房，是不是连韭菜和葱都分不清楚呀？怎么分不清啊？不都是绿色的吗？你天天的在洪正堂和家里闷着，让你去跟我游玩打猎，你也不去。这集市就在你家门口，咱们一起去转转呗。自己挑的烤炉，烤出来的肉好吃。弗莱他笨手笨脚的，分得出好赖吗？嗨，陈大哥，你看你主子好像天底下就他最厉害似的。我主子就是厉害，虽然他可能没见过烤炉。主子，咱们去转转吧，好久没有去集市上了。您的手指膏也快要用完了，咱们去挑几样呗。听说又开了一家新的胭脂铺，里面东西又便宜又好用。小月这是跟我闷坏了，那就去逛逛，去换衣服吧，穿厚点。是，谢谢主子。子由，你要是不想去，就在家里歇着。师傅，徒儿不赖，徒儿也想去。楚寒见大家都同意去，心中喜不自胜。他想和白苏一起走在暖阳下，走在大街上，让街上那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看看他俩有多般配。白苏，集市也没有多远，我看往前走一段，一拐弯就到了。我们步行去吧，你要是累就骑一匹马，我给你当马夫。我也想走一走，跟你们一起步行吧。都不骑马，买的东西要用手提着吗？东西提着就可以，先生买个180斤的东西，小的还提得动。老丈，这个是公子的烤炉钱，你看够不够？够，用不了这么多。这两个人怎么这么气人啊？白素跟自己在一起，用得着他们掏钱吗？朱信，朱将军，王将军，先生。怎么是你们呀？老远就看到先生了，就过来跟先生打个招呼。先生，您买这个炉子是烤肉吧？肉买了吗？用不用我一块给您送回家去？不用。白苏的事儿无需你们费心，钱也不用你付，拿走你的钱，忙你们自己的事情去吧。呀，信哥是世子啊，给世子见礼。哼，两位将军真是辛苦，连巡逻这种小事都亲力亲为啊，连休末日也不休息。世子的脾气果然暴躁啊，别压火啊，骂我几句打几下也行啊，早点在先生面前露原形吧。那边白苏已经从老丈手里拿回朱信的钱，弗莱把数好的钱递给老丈。谢谢你的好心，但我还是不能还你的钱。先生，先生，您跟我们太见外了，信哥真的对您非常感激，让您有事使唤我们，您也不用，给您买个小物件，您也不愿意，这不是让我们信哥报恩无门吗？什么报恩无门？你们也帮了我，我还觉得你们对我有恩呢。上次你们为我忙活了大半天，到家连饭都没有吃，让我心里怪过意不去的。一会儿我们打算烤肉和古董羹呢，你们一起来吧。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赵云他们什么时候又帮白苏了？先生做的烤肉和古董羹肯定会很好吃啊，小的想想就流口水。但今日是先生请世子，我们就不去打扰了。算你还算识相。王司马和常校尉他们早就想尝尝先生的手艺了，天天在衙署嚷嚷要去先生家吃顿饭。若是知道我们两个去了，又得嫉妒的不行。先生若是允许，下个休末日我们兄弟几个带着肉和菜一起去先生府上解顿馋。行，本来就打算请你们，下个休末日若天气好，你们就过来，不用你们带肉带菜，我备好吃的等你们。谢谢先生，有先生这句话，不管天气怎么样，我们都会准时到。将军府内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钟鼓相遇不足贵，但愿长嘴不愿醒。这几幅字正是白苏刚穿过来时随手练的繁体字，被赵云装裱起来挂到了卧室。他外表看着柔弱文静，内心却自由率性，又坚韧淡泊。还没有见过他喝酒呢，也不知道他喝酒是什么样，醉了是什么样。唉，怎么办呢？这才几天不见，思念就如同冬日的暖阳，蔓延到无处不在。楚寒从小院离开后，直接去了太子宫。最近怎么老见不到人啊？我还以为这几年你改好了，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哪有，我回来一次也没去过那些地方，我去我恩人家里了。表哥，我现在长大了，不是小时候了，你不要冤枉我，坏了我的名声啊。你有分寸就行了，现在到了议亲的年龄了，再跟以前那样就不妥当了。
等你成亲以后，我就不管你了。这段时间一定要安分点，别因小失大。表哥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说不去就绝对不会去。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啊？不是就为了说这个吧？害得我连饭都没吃饱。楚寒语气不敬，李鹏一点也不恼怪。你还恼怪上我了？没事就不能找你来了？你说你多少天没上我这儿来了？你皇嫂都不敢这样跟我说话，惯了你。来人啊，给世子摆膳。是。楚寒回到家，安定后又教训几句。我说不管你跟白苏交往，但你也不能去的那么勤啊。昨日傍晚刚去的，今日又在他家里待到那时候，要不是知道你喜欢女子，我都怀疑你好男风了。哎呀，父亲，儿子都困死了，您别说我了行不行？我不好男风，一定给您娶个贤惠的儿媳妇回来，您放心吧啊！儿子去睡觉去了，父亲也早点休息。朱信和王展第二天上旨的时候，把白苏请客的事儿一说，衙署内顿时一片欢腾。赵云面上平静，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一顿饭而已，看把你们给乐的。他的小院很小，家里也没什么仆人，招待不了这么多人的。到那天啊，我让李友在悦来楼给你们订个雅间，红桃你们几个去那儿吃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悦来楼是京城最贵的酒楼，去不了夫人家，能让将军亲自请客，也让另外几人高兴的不行。长兴、王少、朱信、王展，你们几个去他家，都不许嫌他做的菜不好吃啊！属下遵命。朱信私下给赵云禀告了见白苏的细节，连同楚寒几时去、几时离开，都做了详细的交代。别让人离他太近了，远远的看着就行了，别让他发觉了，误会我监视他。你的职责是保护他，绝不能干涉他的生活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弘正堂内，先生、少爷，小的听东子说，白先生有账上的事儿问小的。先生，请问大院的每一笔收支，小的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若有半点不妥，任凭少爷处置。丁掌柜不必紧张，叫你来也不是因为钱。我看账本上的水杨酸几乎没有销量，账上的这一点销量不会都在咱们弘正堂柜台上吧？回先生，这水杨酸的确没做多少，除了咱们铺子里用的，没往外出售。为什么呢？丁掌柜是不相信它的药效吗？是不是想等过一段时间，看看铺子里的病人使用的效果，再决定要不要生产？丁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小的绝不敢质疑先生研制的药，只是最近治风寒的药订单太多，伙计们实在是忙不过来。忙不过来就少接点单子。水杨酸的药效这么广泛，你如果好好宣传，能没有订单吗？我师傅辛辛苦苦研制出来的药，你们竟敢放置一旁！少爷，大院那边生产的药也都是先生定的方子呀，小的万万没有不敬先生的意思。先生，请先生明鉴。少东家息怒，丁义也是忙晕了头，疏忽了。好在他别的方面做的还算尽心，这个月的利润也提升不少。先生，少东家，您看在他接手不久，没有经验的份上，原谅他这一次吧。丁掌柜请起来回话。丁掌柜，我知道你对林家忠心一片，不做水杨酸也一定有你自己的考量，绝不是因为忽视或者忙晕了头。我想听听你这时的想法。回先生，小的承认是因为想多赚点钱，没有给客户认真推荐。小的给客户介绍过一次，因为疗效太多，又听说是用树皮做的，客商没有选中。小的不是不相信水杨酸的效果，只是水杨酸制作太过繁琐，还得伙计去收割树皮，再加上单子多，所以只做了一次。小的本打算忙完这阵子再做一批，有咱铺子里的病人用过，小的也好给客商说，抬点价格再宣传。我相信丁掌柜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丁掌柜的做法也说不上有什么错处，但首先我们是大夫，然后才是商人，别的药品就算供应不上，还能给病人按方子抓药，喝汤药效果也一样，但水杨酸不一样，就因为制作过程繁琐，病人无法使用，而且它的疗效是任何中药无法取代的。按说我无权干涉大院的经营问题，但是师傅，您怎么没权利啊？没有您就没有所有的药品了，也没有大院的存在了，丁义也成不了掌柜啊。您说的对，我们是大夫，不应该只考虑赚钱，这次的确是丁义做错了。人的观点不同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，但是水杨酸的药效无可替代，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多制作一些。如果有一天急需大量的水杨酸救治病人，咱们又没有，我只有把水杨酸的秘方交出去，让别人去做了，希望到时候你们不要恼怪我就好。真要如此，丁义就是弘正堂的罪人了。提炼水杨酸的法子完全是师傅所创，师傅想传授给谁就传授给谁，徒儿怎敢有异议啊？只是师傅这么信赖我们，把这么好的法子传授给弘正堂，徒儿还是让师傅失望了。我是说万一，不到迫不得已，我也不愿意让别人抢占自己的生意，毕竟我也在里面分着钱呢。先生，少东家，这事小的们一定能处理好。今年年景不好，好多人逃荒过来，人世上的年轻奴隶便
便宜的很。一会儿小的就去禀告东家，多买些奴隶来，教几天规矩，就能去大院干些粗使活了。水杨酸很快就能大批量生产。现在就有逃荒过来的难民吗？有，还不少呢。听说那边已经饿死不少人了。哎，可怜得很呢。就这么办吧。丁义，你管理的这个院利润虽然涨了不少，但你擅作主张，遇事不知禀告主子，功过不能相抵。一会儿回林家向我父亲请罚。是少爷，小的马上回林府，请老爷重罚。3天后，新做出来的水杨酸片在丁掌柜的大力宣传下，以高价找到了一个大客商。新买的奴隶也去了大院削树皮，被重视起来的水杨酸片产量一下子就提升上去。丁掌柜知错就改，及时补救，受到林胜的夸赞。赵云这几天也过得很充实。书信禀报后，赵云对楚寒频繁去找白苏非常不满。隔天就是朝会日，散朝后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你竟敢对大将军如此无礼！你一个侍卫也敢指责世子？世子又怎么样？一个不懂礼数的人，还想让别人以礼相待吗？你说的对，一个不懂礼数的人根本就不配让别人以礼相待，所以对你，我就是这个态度。世子既然说起了礼数，我想问问你，你一个成年男子，频繁地出入一个女郎家里，还大摇大摆地跟她逛集市，是什么礼数？白苏女子的身份一公开，你就不怕别人说她的闲话吗？真是吃河水管得宽啊！都和离了，还管前妻的事儿。我们男未婚女未嫁，我告诉你，我中意她，我在追求她。你也说了，我们曾是夫妻，他就永远都不会是旁人。东猎后短短10几天，你往他家里去了7次，你这是在追求他吗？你这是死缠烂打，丝毫没有为他着想，是在满足你自己的私欲。你竟然派人监视他，这不叫监视，叫保护。我也是最近才安排的。你若不想让白苏置于危险之中，就不要跟他提及此事了。我也绝不会拿这件事跟他邀功的。好，我不跟他提此事，但他也不需要你这个前夫保护。你把你的人撤回去，我派人保护他。就你手下那几个烂兵，你自己信得过他们吗？他们现在也很厉害，不一定就比你的人差。就算你的人能力强了，我也不会把我的人撤回来。白苏也不用你保护，你离他远一点，不给他惹麻烦就算不错了。远离他给你腾地方吗？你想什么呢，赵大将军？你管你的兵行，你管得着我吗？我管不着你，但爱着白苏就不行。白苏心思单纯，不谙世事，真心拿你当朋友待。你什么不懂啊？还3天2头往他那跑。白苏的街坊知道她是女郎后，不会议论她吗？你口口声声说白苏对你有恩，这不是在报恩，分明是在报仇。街坊议论什么？等我和白苏成亲以后，这些事都是街头巷尾的美谈。你跟白苏成亲，你根本就不配。且不说你以前那些烂事，你跟你家里人说过娶她吗？你敢说吗？你连提都没提过吧？自己家里人都搞不定，就敢招惹她？你想干什么呀？想把白苏哄得动了情，再去跟家里说？你太自私了。我不配，你这个前夫就配吗？什么叫哄？取悦思慕之人叫哄吗？男人就该让心爱之人欢喜。我对他是真心一片，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肺腑。你这个冷心冷面的人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情。俗话说，宁娶寡妇，不娶生妻，可见人们多忌讳娶生妻。冷面之人不一定是冷心，我的心思是什么样的，你这样的人也不会知道。我对他是发乎情，止乎礼，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过多打扰他的生活。我虽然不懂如何取悦他，但我的身心自始至终也只有他一人。你的真心和甜言蜜语给过多少人啊？你这样滥情之人，又懂什么叫真情？世子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他想要的夫君跟你完全相反，你自身的问题太多了，再这样不管不顾的对他纠缠不休，早晚有一天会给他带来伤害的。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就凭他能改变侯爷、太子、皇后的想法吗？你站住！大将军，你说完了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是说要跟我吵个够吗？这才吵了几句就想走啊？你指责了我一通，你身上的毛病呢？你自己反省过吗？我跟他交往就是纠缠，你呢？你往他跟前凑叫什么呢？我哪次不是有事才去啊？他把我把你都只是当成了朋友，朋友相交，不是你这样的。你越了这个界就是纠缠。你才越界了呢，我就纳闷了，这么多军务还不够你忙的吗？不但你阴魂不散的对他纠缠不清，连你手下那些人都跟着瞎掺和，甚至连老夫人都搬出来为你奔波劳碌，却反过来阻止我跟他正常交往。赵大将军，和离了就该断得干干净净，你这样做太没品了。你不知道有一个词叫破镜重圆吗？白苏跟我复合，我会倾尽所有对他好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母亲一直都很喜欢他，也不会让他受委屈的。我的部下也爱戴他，尊敬他，这叫上下一心。这些都是你们侯府给不了他的。听说你们将军府的奴才都敢轻视他，只这一点我就比你强100倍。我们侯府的奴才若敢轻视他，我挨个扒了他们的皮。赵云被人揭了以前的短处，低垂着眸子，一时语塞。
你还一再提过去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，说我滥情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滥情。白苏是我此生唯一一个爱慕之人，那些事儿都是在我认识他之前发生的。现在你见我做过一次出国的事儿吗？只要他介意，我可以一生都不沾染他人。你口口声声说顾及他的名声，却让他背了和离女的身份，被世人轻看。要不是你当初不负责任的娶了他，我和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阻碍？世子说的话就过于可笑了。你认识他不过几个月，你喜欢上他，几年前别人都要对他避而远之吗？我若不娶她，她就算不嫁人也回徐州了，又怎么会遇到你？她和离女的身份又如何呀？她有才有德，冰清玉洁，身边的人哪个不尊重她？请看这2个字，不知世子指的是谁啊？是你身边的人吧？你他们真是多虑了，他们宝贝的东西白苏根本就看不上。白苏想要的感情是自由，是尊重，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世子，这些你通通做不到。他曾说过，不自由宁可死。白苏竟把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侯府允许他行医吗？白苏这么喜欢行医，他会为了谁把自己困在后宅之中吗？他行医是因为你没给他足够的钱。称心如意的夫君，锦屋绣榻，钟鸣鼎食的生活，未必不能弥补不能行医的遗憾。他在医术方面的天赋，比你我在习武方面的天赋不知强出多少倍。世子，一辈子不让你碰别的女人，或许你能做到。若要你自废武功，并且让你终身不能习武，你会愿意吗？你想给的并不是他想要的，他想要的你永远都给不了。一个连自己都没有自由的人，又怎么能给别人自由？给不了别人保障的人，根本就不配谈喜欢，否则就是害人害己。主子，您别听他胡言乱语，先生怎么想的，他怎么知道？他若是懂先生的心思，又怎么会落到和离的地步？主子，先生跟您在一起聊得多开心。赵云这个只会口出恶言的人，在先生面前只怕连句囫囵话都不会说，先生怎么会看上他那种人呢？哼，是个人都比他强。对，他想娶先生才是痴人说梦。先生像是冬日暖阳，夏日的凉风，让人忍不住想靠近。赵云就像是春日的暴风雪，秋天的大冰雹，除了让人生厌，还是让人生厌。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先生还亲手做东西给您吃，还让人做那个什么摇摇消消椅给您。哎，主子，那个什么椅子做好了，您能不能赏小的坐一下？真是笨死了，什么摇摇消消椅啊，那叫逍遥自在椅。白苏送的不能给你做，我让陆师傅给你做了个新的，也不枉你小子劝我一场。走，练那群烂兵去。也不怪赵云看不起他们，你说这都多长时间了，这群不成器的玩意儿还是那副孬样子，一点都不给我长脸。这才是他主子吗？哼，赵云用攻心术对付我，想让我给他腾地方，他真是倒杆敲锣，想得美。午饭的时候，李友把这事儿偷偷告诉了王上。世子指责将军说，先生在将军府的时候，连下人也轻视先生。我以前对他也不太尊重，和离那天我还把先生给气哭了。王司马，你说将军不高兴，是不是生我的气呢？不会吧，都那么长时间了，先生又见了你好几次了，也没看出来记恨你啊。先生是没计较，不是咱将军太在乎先生了吗？弄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了。其实我给夫人道过歉了，也给将军请过罪了，但被别人说起这事儿，还是心虚啊。不单是你，我们这些人哪个不心虚啊？谁能想到先生会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？是没想到，别说你们没见过的，我见了几次面也没看出来啊。都说人家上不得台面，配不上将军，这一下子好了，通通打脸了。咱们几个若是有一个明白人，规劝着将军点儿，哪至于成现在这个样，让世子钻了空子。先生早晚会回心转意，这世上的男子有比咱将军还好的人吗？先生看着好才算好，你我看着好管什么用？陈峰还看着他主子最好呢，我去看看将军去。将军，刚用完饭，您怎么不歇一会儿？这是属下一个朋友带回来的庐山云雾，您尝尝，若是喝得惯，我给您带2罐来。后天就要去先生家了，您说属下带点什么东西去才不算失礼啊？我让李友备了点吃食，到时候带去即可。你们不用准备什么，那些贵重的物品他一点也不稀罕。哦，这茶叶香气鲜爽，醇厚味甘，不用给我拿了，给他带过去吧。是，有您的，自然也有先生的。听说先生家的菜特别好吃，长青兴奋的不行，王着还嚷嚷着提前饿1、2顿，空肚子再去。就连朱信也欢喜的盼着，怎么将军看起来不大高兴啊？
是李友跟你提过我跟楚寒吵架的事了吧？王少笑了笑，又给赵云把茶续上。不错，我就是为此事烦心的。冲人还道安定侯府的世子聪明机灵，会来事儿，这叫聪明吗？这是糊涂、自私、任性。他这么频繁的往白苏家跑，侯爷和太子应该很快就会产生怀疑，到时候知道了白苏的身份，还不定怎么想他，这不是给他惹祸上身吗？他还大言不惭的说想娶她，他也不想想有没有那个可能。世子确实是不自量力了，听说他是被侯爷惯大的孩子，还以为婚姻大事也能靠使性子、耍脾气，侯爷就能答应他呢。你也做，侯爷再疼他也不会答应。侯爷的上头还有太子，太子早给他物色着贵女联姻呢，本指望他拉拢岳家，帮衬太子呢，说死也不会让他娶白冉的女儿。指白冉这明晃晃的罪臣身份，先生跟世子就绝无可能。再加上白冉的名声，太子也不敢跟白家沾染任何关系。我就怕他闹得狠了，太子舍不得把他怎么样，再找白苏的麻烦。从今日开始，白苏身边再多安排几个人，尤其是晚上，让他们上点心。将军是怕太子派暗卫对先生下手？不会吧，太子不像这么恶毒的人。再说，先生可是世子的救命恩人，他这么做，世子不得跟他离心吗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凡事做最坏的打算，做最周全的准备，总没错处。他们若是管不住世子，迁怒于白苏，起了歹心就坏了。总之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是，属下一会儿就安排下去。经过上次陈林家剖腹产子的事后，将军就让人买下了小院隔壁的院子，派人乔装打扮后住在那里，日夜留意着，还不许让先生发现。你想什么呢？端正你的态度，别拿这事当儿戏了。是，属下遵命。你别觉得我小题大做，他不是咱们练武之人，身边的人也都是老弱妇孺，真有人害他，他们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咱们西征的时候，为了一口吃的，也算利用了他。严格来说，咱们都欠他，该还的时候就得还。先生的事无小事，这句话是朱信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兄弟们对这话也非常认可，属下马上去办。转眼就到了休沐日，赵云给老夫人请完安回来，就站在铜镜前一动不动，一站就站到吃早饭的时间。期间小厮打扫房间，来回进出好几趟，都见他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心里觉得奇怪，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刚刚办事回来的李友。将军今日要去见先生，是不是多换了几身衣服，在镜子前选衣服呢？没有。奇怪，将军以前从不喜欢照镜子。是啊，而且还一动不动站在那儿那么久，自个儿看自个儿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将军又不跟文臣一样涂脂抹粉。我去看看。将军，进来，事都办好了。办好了，手下亲自在悦来楼订了一个最好的雅间，把钱也提前付了。回来的时候在早市上买的菜、肉和鱼。哎，将军今日的声音好温和呀，奇怪。李友上前几步，想看看将军在干什么。赵云突然扭过脸来，满脸是笑看向李友。李友吓得瞳孔一缩，心砰砰直跳。噔噔噔，你往后躲什么呀？我笑起来有那么丑吗？这才是将军吗？将军是大周第一的美男，怎么会丑啊？那你怎么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？属下自己刚刚就是以为将军鬼上身了，但他敢说实话吗？滚下去吃饭，吃完饭再来见我。是将军，绝对错不了。将军就是这么有威严。练习失败，练了一早上，练得脸都僵了，怎么还是学不会母亲说的满面春风的笑？人家白苏的笑容是满面春风，我的笑容恐怕是满面寒风吧？还是龙溪水级别的寒风啊！原来早上赵云去给母亲请安，老夫人嘱咐道：云儿，你今儿去见白苏的时候多笑笑，别冷着脸，显得严肃刻板又不近人情，让人不愿意亲近。是，儿子记住了。你看人家白苏比以前进步多大呀，人家把以前不好的地方都改了，你也要纠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啊。我这些天也琢磨了，你身上没太大的缺点，就是脸上的表情少了点，不爱笑。人若是不笑，说出来的话呀就显得很严肃不亲切。你要是时常笑笑，白苏当初也不会见到你就害怕，就因为你这个冷脸，他才不敢主动亲近你的。你这毛病不行，得改。母亲，我愿意改。其实我觉得自己平时也笑，可能比旁人笑的少些。你笑的不是少一些，是少很多。你不但笑得少，笑容还很浅，嘴角微微翘一翘，别人还没看到呢就笑过去了。你看人家白苏笑起来满面春风的，让人舒心，也让人愿意接近。你跟人学学呀，没事了对着镜子练练，学会得体的微笑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。是，儿子马上就回去练。当初也怪我不该让他看他父亲的仪容，都成了那个样子了。他小小年纪怎么承受得了啊？他从前是多爱笑的一个孩子呀。将军是老将军唯一的子嗣，不让见最后一面，也是遗憾。云儿和他父亲的感情太好了，
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无所不能，天下无敌，结果呢，走的时候鲜活的父亲，回来就面目全非的躺在了棺材里，我心里都承受不了，更别说他一个小孩子了。我受不住，病在了身上，云儿是病在了心里呀。若是不让他见他父亲那个样子，他会不会比现在好一点儿？你也别自责，婢子觉得见不见应该都一样。这么好的父亲一下子就没了，谁也承受不了。自得了信儿开始，将军除了你，跟其他人一句话都不说，不吃也不睡，被人抽走了魂儿一样。婢子都吓坏了，那时候灵柩还没运回来呢。看到老将军，将军才算是哭出了声。这没几天，您又病倒了。将军小小年纪就撑着这偌大的府邸，换谁也撑不住，更别说笑了。也怪我那时候太年轻了，遇事儿看不开。他死了就死了，伤心又改变不了什么，干嘛非钻到那死胡同里出不来呀？你说我跟他去出征的时候，见过多少死伤的人呐，比他死得惨的多的是。我以为早就把生死看开了，没想到到了自己身上会这么受不住，反倒让一个孩子担心照顾，真是后悔呀。众人都劝将军让他晚上回房休息，平日请安看望即可。将军说尽孝别人是代替不了的，仆人伺候跟自己儿子伺候，母亲心里的感受也会不一样，且父亲生前未尽人子孝道，已十分遗憾。母亲病榻前，侍奉之事定要亲力亲为。你说说，将军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懂事？婢女伺候的再周到，也不如亲儿子伺候的心里妥帖呀。若不是将军这么孝顺，你能好得这么快吗？天儿，云儿这一段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？我一想起以前的伤心事儿，你就拿出来说一遍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说这一段管用啊！老夫人虽然失去了夫君，还有一个好儿子呢。有一个这么好的儿子，怎么也得为儿子保重身体呀。我那时候若能坚强一点儿，云儿也不用承受这么多，没人及时安慰开导她，反过来要照顾我这个病重的母亲。她对白苏这么上心，以后若能得偿所愿，说不定这不爱笑的毛病就慢慢好了。我看也是，将军是面冷心热，少夫人早晚会发现将军的好，到时候少夫人一定有法子让将军畅快的笑。就看我这个傻儿子有没有这个福气娶回白苏喽。给先生见礼。各位将军有礼，上次几位为我忙活半天，连口饭也没让几位将军吃，实在是失礼。这次请大家来表示一下谢意，几位将军在我这千万不要拘谨，随意些就好。几位将军请坐。先生客气了，上次先生那么累，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？先生，我们都不是外人，您千万别跟我们见外。上次你给那产妇剖腹，把我们也惊到了，没想到你连肚子也敢剖开，是不是在您这儿人身上的零件坏了都能用刀子切开修修补补啊？得看是什么病，身体上的很多部位的确可以手术治疗，但不是修修补补啊，明明是给人看病，让你说的我跟修理物件的修理工似的。医者之所以被称为工匠，也算是修理工，不过别的工匠是修物，您是修人的。朱信的胳膊不是您给修好的吗？乐得他呀一天天的显摆，给您招来了秦太医。不是我显摆，这胳膊这儿摆着呢，怎么瞒得住人啊？朱信的胳膊也不算恢复，现在还是不能用力的，至少得满3个月以上才能完全愈合。手术的时候受了那么大的罪，一定得在意些，不然就白受罪了。谢先生关心，小的没觉得受什么罪，就是让先生劳累的不轻。可不，他睡了一觉，先生就把他胳膊正过来了。我们当兵的受伤受的都皮实了，一点半点的疼都能忍住，这胳膊直过来再疼他也乐意。你们都受过伤吗？可不，连将军也受过好几处剑伤，友哥身上的伤最多。府里的人都不知道，原主更是不知，他这是故意隐瞒伤情，是怕老夫人知道了担心吧。俗语说得好，千金之子不做垂堂，将军千金之躯却不知道爱惜身体，每次打仗将军都冲在最前头，把友哥累的。友哥负责保护将军，他得挡在将军前头啊，偏偏友哥功夫比不上将军，战马也比不上将军的战马。白苏知道大周律主
主将若战死，侍卫皆得处斩，手下副将全得受罚，更别说李有对赵云这么死忠。你们别笑我笨，你们谁是将军的对手啊？大伙儿都一样，谁也别笑话谁。先生，您说说，将军身为主将，是我们西征军的主心骨，也是我们西征军的军魂，他奋不顾身往前冲，手下人能不急眼吗？都争先恐后的往前冲，想挡在将军前头。跟着我委屈了？他哪敢委屈啊？属下不是想让先生听听您这么做对不对？我们不都担心您的安危吗？反正我们怎么劝你也不听。都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主将对军队的确重要，但主将也最能带动士气。主将若是奋不顾身，将士们自然也会拼命，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就上去了，反而容易取胜。当然，这得看战场的环境和情况而定。身先士卒有很大的危险性，主将一旦出事，军心就会大乱，形势就会急转直下。主将的责任最主要的还是战场外的战略部署和战场上的统筹指挥，非必要的时候，主将还是尽量避免身先士卒。你说的非常对啊，但西征的时候情况很特殊，我们兵少粮少，天时地利也不占，只有靠将士上下一心，悍不怕死，才能赢得一线生机。况且我每次上阵前都做好了周密的安排，就算我战死，军心也不会乱。这跟后世的兵战斗前写的遗书是一样的吧？都是做好了以身报国的打算。将军说的有理，打仗嘛，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咱们能多次以少胜多，都是靠着将军快、狠、准的打法。战场上气势和士气先胜一分，这仗啊就胜了一半了。好在你们都平安归来，西北的百姓也因为你们过上了安稳日子，再也不会受兵戈之苦了。对，我们将士的血总算没有白流。先生，我们几个来前说好了，来了就得去厨房帮忙，不能只等着吃饭。将军，我们去厨房帮忙去了。去吧。不用，来者是客，哪有第一次来就让你们进厨房的道理？先生，您别跟我们见外，这活必须得干，光吃不干，以后先生不让来了怎么办啊？您别看我们不会厨艺，但切肉串串这样的活难不住我们，我们比林公子他们有劲儿。白苏觉得不合适，也追过去，几人已经洗了手，把他们带来的肉拿出来清洗了。不是我跟你们见外，你看到切好的这些肉了吗？足够咱们几个吃了，再切就吃不完了。先生，这些肉迟早也得处理了，索性都做熟了，一次吃个够。几位将军，就你们带来的东西这么多，若都做熟了，就不是吃够的事儿了，只怕我师傅啊，得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我师傅啊，最见不得浪费了。林公子，咱们加起来10几个人呢，怎么吃不完啊？先生，您不知道，王展知道您这儿的饭好吃，馋了好些天了，为了在您这儿多吃点儿，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吃饭。您准备的这些还真不定够不够。信哥，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？让先生笑话我，不带你这样的。朱信说的是真的吗？王展看了看众人好奇的目光，把心一横，是真的。哎呀，先生也不是外人，我也不怕丢人，我这肚子早空得干干净净了，就这盆肉我自己就能吃一半。先生，您快回屋吧，不用管这些事儿了，我们都听您婢女和林公子的指挥，他们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。那也不能让你饿着呀。王展，这是鱼肉做的丸子，你先吃一点垫垫。谢谢先生。鱼做成的丸子，小的连听都没听过，更别说吃了。你和朱信不是经常往这个街上来吗？以后啥时候想吃就啥时候过来，饭还管不够你们吗？哎，你怎么光看不吃呀？端回屋里去吃吧，给你们将军做伴去。那我去屋里了，我得先让我们将军尝尝去。你们几个尝尝吗？要不我给你们一人盛一碗。几人笑着摇头，馋也得忍忍，刚过早饭的点儿，离午饭还早呢，现在就抢着吃，不让先生笑话吗？那就一会儿烤着吃，丸子烤着更好吃一点。先生，这肉怎么能做成丸子？放在锅里它不散吗？不散，肉馅里面放点淀粉和鸡蛋，搅拌在一起，做法非常简单，吃着还不腻。白素，王展刚端过去的丸子多做一点吧，我想给母亲留一点，她还没吃过鱼肉做的丸子呢。你若是觉得好吃，我现在就让东子给老夫人送点过去，不过食盒不保温，送到将军府恐怕就凉了。没事儿，凉了呀，就让厨房再热热，母亲吃了一定会欢喜的。先生，真的很好吃啊，凉了再热热也是一样的。那就让东子去送，索性多做点，把你们带来的几条鱼都做了，回来的时候买几个食盒，你们走的时候一人带回去一份，其实不是什么美味，就是吃个稀罕。谢谢先生。几人大喜，这下呀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了。谢谢你啊，白素。谢啥呀？老夫人这一段好吗？挺好的，母亲每天坐在你送的躺椅上侍弄花草，今日还夸你呢，让我多跟你学学。跟我有什么好学的？厨房里欢声笑语，热热闹闹的，只是赵云和白苏没有说上几句话，一个个吃的肚子溜圆。回去的时候，一人提着一个食盒，
这几个人饭量真大，我真怀疑他们像王展一样饿了2顿才来的。真没想到做了这么多面筋，都吃完了，比肉还受欢迎呢。练武之人饭量本来就大，你看楚寒和陈峰他们2个也比你们几个吃得多。再就是这面筋，他们吃个稀罕。老话不是说自家的菜不香，人家的饭有味儿吗？师傅做的面筋本来就好吃，加上师傅做的配料，烤出来色泽油亮，又柔软又筋道，谁不喜欢啊？我给你父亲留了一份，孙老给你打包好了，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带着。谢谢师傅，徒儿过一会儿再回去。这几个将军真有礼貌，不但跟着一起做饭，吃完饭还给帮着收拾，还没听说过哪家的客人给帮着做这些的。还有将军，没想到他那样的人也会进厨房，还会帮着干活。我发现将军今日笑了好几次，这笑起来人一点也不显得凶了，还很好看。当大将军的面上不凶着点儿，能管得住手下这么多人吗？师傅，徒儿有话想对您说。什么话呀？师傅，徒儿是晚辈，本不该插嘴长辈的事情，但徒儿心里的话憋了好久，不说出来心里难受。有什么话直说就行。师傅，您心思都放在了医术上，可能看不出旁人对您的心思，但徒儿是男人，男人最懂男人了。徒儿觉得将军和世子都对您不怀好意。就这事儿呀？以为你犯了什么大错误了呢？快起来吧。我不是怕您生气吗？师傅，您看出来了。但你这样说他们也不对，喜欢一个人又没有什么错，什么叫不怀好意呀？他俩都不是坏人，都帮过我很多，也没做过对我无礼的事，总不能因为别人喜欢我就跟人断绝关系吧？而且赵明轩以前对我不太好，可能只是心存歉意，是我自己想多了。说他们不怀好意，好像是有些不恰当。徒儿也知道他们都对您没有恶意的，但是徒儿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反正他们2个很多行为都让徒儿觉得不舒服。你是不是怕我嫁人了，不教你医术了？师傅，徒儿是有私心，但也不敢自私到阻拦师傅成亲。徒儿是怕师傅看不出他们的心思，吃了亏啊。楚公子的心里绝不是想和您只做朋友，将军的心思和楚公子一样，虽然他这个人行为上比较克制，但眼神是骗不了人的。他那眼神看您的时候太炙热了，还有他那几个属下也都知道将军的心思。徒儿觉得他们身上都有缺点，配不上师傅，但如果师傅喜欢，徒儿一定会尊重师傅的选择，也一定会尊敬师公的。起来坐下说。这傻徒弟啊，喝了点酒，胆子大了，话也多了，连师公都蒙出来了。不但是他们俩有缺点，你我也一样，是人都会有缺点。如果你想找到没有缺点的人当你师公，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人。找另一半的时候，不是要找没有缺点的人，是要找他身上的缺点你能接受的人。我觉得师傅身上就没缺点，找什么样的师公当然是师傅说了算。徒儿再舍不得师傅也不会阻拦。你放心，就算嫁人了，我也不会让男人管束的连自己的徒弟都不能见。我一定会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的传授于你和子谦，再让你们传承下去。如果嫁人的代价是失去自由，那这个男人再喜欢我也不会要。师傅这么好，就是不该受任何委屈和约束。但别想那么多了，回去看你母亲吧，替我给他们带个好。白素在感情方面虽然迟钝些，但也觉得赵云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，守在马车外头还不让人喊他，不太对劲儿啊。恒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是你表哥刚派人送过来的名单，你来看看。只见上面写着一串大臣的名字、官职和嫡女的名字、年龄。我觉得还是郭正家的嫡女郭瑾合适，你表哥也中意郭家，你看呢？楚寒阴沉着脸，挥手把下人撵了出去。你若介意他喜欢过别人，那就娶郭家的嫡次女，听说她也是温婉可人，模样不比她姐姐差多少。还有御史大夫家的孙女。父亲，儿子已经有意中人了，儿子过来就是想跟父亲禀告此事。意中人是谁家的女郎？不会是宿州那边的吧？不是宿州的，是儿子在回京城的时候遇到的救命恩人白苏。白苏是女郎？是，她是女郎，只是为了行医才女扮男装。父亲，她虽然身份低一点，但她端庄贤淑，德才兼备，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。儿子心里早已经认定了她，求父亲成全。怪不得你3天2头往她那儿跑，还报恩报恩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抛头露面的女大夫，当侯府的妾都不配。父亲，你不能这样说她，是我自己喜欢她，是我想娶她，她甚至还看不上我，是我死皮赖脸的缠着她，除了她，我谁也不娶。混账东西！婚姻大事自古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能由你胡闹？你以为娶正妻是儿戏吗？还你缠着他，堂堂世子竟然看上了一个民间大夫，你是不是要把侯府的脸面丢光？收起你这个荒唐心思，以后不许你再见他。在这个名单上随便选一个，也比他强10000倍。父亲，我没有胡闹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父亲，白苏的身份复杂，和侯府不般配，我坚持娶她会让父亲遭人议论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我甚至想过要不要放弃她，也免得父亲为难。天下父母都巴望着孩子能够顺风顺水的过一生。楚
楚明也不例外。可是跟他分开，只要想一下就跟剜心一样难受。儿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她这样特别的女子，自信勇敢，洒脱不羁，所有美好的品质在她身上都有。儿子每一次见到她，所有的疲惫和不快都会一扫而光，整颗心都快乐的像浸泡在蜜糖里。这样的女子，儿子怎么可能不认真求娶呢？父亲，她真的非常非常好，见过她的人没有不喜欢她的，您只要见了她，也一定会喜欢她。你真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。他救了你，我本来对他很感激，可是他竟然借此攀邻附议，把我的儿子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我不会喜欢他，我怎么可能喜欢这样有心机的女子？你给我断了这个念头，我不会同意这荒唐的事。父亲，是我喜欢她，不是她喜欢我，是我想娶她，不是她想嫁给我，你怎么还这样说她呢？他做的我就说不得了，还自信勇敢，洒脱不羁，你这几个词用的太贴切不过了。只是他自信勇敢过了头，把我们侯府当成了菜市场。我们家是他想嫁就能嫁进来的吗？哼，也确实是洒脱不羁，只顾自己的感受，一点也不顾及道德伦理，没有三书六礼就与男子无美苟合。父亲，不准你这么说他！混账东西，竟敢跟我这么说话，连人子的规矩都不懂了。有哪个儿子敢跟父亲说不准2个字的？父亲就是不该这样说他。按道理来说，他救的是您儿子，父亲也应该感激他。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要知恩图报，为什么到了自己身上就对恩人如此轻慢？楚明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敬重他，跟敬重您是一样的，请父亲不要再说他半字不是。我和他清清白白，一点逾矩的行为也没有，而且他只是拿我当朋友，是我喜欢他，是我离不开他。他一点也不稀罕侯府的权势地位，也不稀罕我这个人。您别把事情想差了，这事儿的由头是我，让父亲烦心的是我见了他，看天下的女子都如草芥一样。知子莫若父，他认准的事情又怎么会轻易放弃呢？就算白苏千好万好，跟侯府也是门不当户不对，不适合做嫡妻。你若真心喜欢他，那就抓紧娶妻，娶妻后纳她为妾，抬她当贵妾也行。他有救你的情分，你妻子也不会为难他的。父亲，真心喜欢的人愿意让他当妾吗？如果是我母亲，您会舍得他屈居人下吗？楚寒脸上又挨了一巴掌。你竟拿他跟你母亲比！在父亲眼里，母亲神圣不如冒犯；在儿子眼里，白苏也一样。我没有半分不尊重母亲的意思。母亲生我养我，白苏救我懂我，他们都是对我最好的人。10月胎恩重，3生报答亲。你母亲对你的恩情，岂是他能与之相比的？你拿你母亲跟他相比，就是不孝。楚寒想起已逝的母亲，更觉心中悲苦。若母亲在世，也定会像赵云的母亲一样支持自己。儿子不敢，母亲在儿子心里从来都是最敬重的人。儿子想娶白苏，是为了自己的幸福，但白苏的身世终是让父亲为难了。儿子不孝，请父亲责罚。你真的要拗到底不成？楚寒伏在地上一言不发。当真非要家法打在身上才肯知错吗？儿子心如磐石。好，来人，请家法。侯爷开恩，世子爷重伤才愈，经不住这么重的家法，求侯爷开恩，求侯爷开恩。楚明心里恨楚寒，不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，却也怕真打坏了他，遂吩咐下人住手。你可知错，可能改了。让父亲烦心是儿子的错，但儿子不会改。父亲若不解气，就打死儿子吧。我不管教你，任你走歪路，对不住你母亲。我若打坏了你，只怕你母亲泉下有知，也会怪我心狠。他若还在世，也不会同意你娶一个连农户都不如的工匠当儿媳。父亲，婚姻之事，看门第不如择良人，找到跟自己心意相通之人，才能快活一生。母亲去世前曾说过，唯愿我平安喜乐的过一生。如果任由心爱之人嫁于他人，自己娶一个不喜欢的世家女子撑面子，那人生还有什么喜乐所言？母亲如果还在世，一定不会让儿子娶一个不喜欢的人。娶妻容易，取得心意相通之人何其艰难。他自失去发妻后，就不再知道什么是心意相通了。你的事也不是我能完全做主，你表哥满心指望你帮他呢，你这么做恐怕你姨母不会同意，我只能暂时把你的婚事往后放一放。你若能说服他们，我就不再管你的事。谢父亲成全。父亲您不必担心，儿子定能说服他们。儿子不需要跟谁结亲，也能帮到表哥。楚明暗叹楚寒天真，却也没再出声打击他。陈峰强忍着眼泪给楚寒上了药。瞧你那个样子，不就是挨了几下吗？我从前也没少揍你，打得比这还狠。现在我挨揍，你该觉得解恨才对啊。主子，您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后背都血肉模糊了。
出战告捷，我心里高兴啊。父亲这么要面子的人都松了口了，也不给我定亲了，也不阻止我跟白苏交往了。这点小伤算什么？看着伤的厉害，其实啊就伤了一层皮，敷上白苏给的这金疮药，立时就不怎么疼了。主子，属下在门外听到您和侯爷的谈话了。听侯爷的意思，侯爷还不知道先生是白家的人吧？不知道，这事儿急不得，得徐徐图之。第一步接受了，以后就简单多了。父亲只是不了解他，等了解的多了，一定会喜欢他的。见过他的人，谁不喜欢他呀？先生当然很好，只是这白染的名声实在是太臭了。我这未来的岳父也够给我添乱的。本来御史弹劾的那些什么跋扈啊、贪腐啊什么的，都是些可大可小的罪名。若是有朝臣替他说两句话，皇上顺势就赦免他了，最多就是降两级的事儿，偏一个为他说话的都没有。混成这样，你说他得罪这么多人干什么呀？真是作死催的。属下也讨厌白染这个老头，靖王案落下那么多骂名，还不夹着尾巴做人。他只要多为民做几件好事，百姓渐渐的就把那件事给忘了，偏把自己做成这样，连累子女不说，还连累主子和先生。侯爷若知道先生是白家人，主子又不会好过。无非就是再打一顿呗。父亲舍不得下狠手，只要我不变主意，父亲就拿我没办法。其实一开始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也接受不了。后来想想，这有什么呀？这又不是白苏的错，凭什么迁怒到他身上？